小时候过年最想喝的就是旺旺，但条件不允许。直到参加工作后，才喝上人生第一罐旺旺。这几年一直做酒，各种酒都会买回来品尝。办年货的时候，发现旺旺推出了一款沙瓦鸡尾酒，这次必须得趁早尝鲜。礼盒装是6个口味，共计24包。咱也来一个尝鲜开封视频。先来一杯巧克力奶味的，巧克力增加了醇厚，牛奶增加了丝滑，喝的是香甜顺滑。再喝一下荔枝味，荔枝的清甜很巧妙地融入在酒中，3.5的酒精度刚好增加了厚口的醇厚，喝的是清新淡雅。再试试椰林飘香，椰子的奶香之外还有菠萝的滋味，增加了热带水果的气息，喝的是热带风情。蜜桃味带给我们的是蜜桃如初恋般的感觉，喝的是青春记忆。莫吉托风味的青柠和薄荷的双重清新，喝的是清凉冰爽。最后是美酒风味，结合青梅浸泡工艺，喝的是浅浅的酸爽感。6种风格都是添加真实果汁，果味更加浓郁，关键是价格不到3块钱一盒。新年喝沙瓦，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定回旺。我有一个18年的哥们儿，是从情敌发展成兄弟的。上学时，我俩同时喜欢隔壁班的女孩，打赌看谁能在元旦约女孩吃饭。结果姑娘跟一个学生会的去了，而我俩用1晚上的时间把一瓶芝华士对着绿茶喝光了。那晚我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聊了很多，也成为了最好的兄弟。那是我第一次喝威士忌。后来调过很多酒，但最难忘也是最经典的还是芝华士绿茶的味道。成品杯里冰块打底，芝华士12年是这杯经典的关键。饱满的花果香伴随着香草、奶油和榛子干果香气，是我印象里第一次品味到酒里的愉悦气息。1份芝华士，3份绿茶。无意间看到这杯酒还是陈小春同款《江湖再见》，瞬间就更想念这哥们儿了。说好再见，就一定要再次相见。想要酒清爽一点的话，还可以加入气泡水。年底在老家相聚的时候，再调一杯江湖，纪念我们因共同爱好而成为好兄弟的难忘友谊。几个月前，我用伏特加冷萃绿茶，然后做浸泡了8种水果的实验，今天开封。先来荔枝的，因为荔枝的味道相对浓郁，绿茶就相对较淡，所以品尝起来绿茶的滋味并不明显，整体不如红茶荔枝的好喝。哈密瓜和滇木瓜水果香气比较淡，浸泡出来果味遮盖不了酒味，滋味一般。或许度数再低点，浸泡时间再短点会更合适一些。青提自身有一股独特的常说的阳光玫瑰的滋味，我之前试验过几次都没有成功，这次也一样。或许青提跟葡萄一样，发酵工艺会比浸泡工艺更容易释放香气。桃子跟青提一样的问题，香气不明显，可以说桃子的香气还不及上次蟠桃西打酒里桃香的1/10好呢。绿茶滋味会丰富胭脂梅的口感，但个人感觉梅子还是得清香酒浸泡才会有穿透力。这种没有那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的话，总觉得少了点灵魂。蓝莓其实没有明显的蓝莓味道，但却有一股很多水果的果甜感，整体饱满，小小的意外。大一点的意外是橘子，橘皮呈现着清新的香气，橘子的汁水感遮盖了酒精的辛辣，茶香无时无刻都在唇齿间游走，是这批酒里最好喝的。最后把橘子和蓝莓装小瓶留样，其他的就不要了，空出来瓶子继续实验。这是8块多一斤的洛川苹果，如何能做成销售78元的起泡酒呢？第一步，榨汁。将清洗干净的苹果切块后，用榨汁分离机榨出苹果青汁。苹果很容易氧化变黑，最终的酒如果发黑，那就不值钱了。于是我借鉴葡萄酒的工艺，加入最低用量的2氧化硫，颜色立马就漂亮了。第二步，发酵。加入苹果起泡酒专用的西达酵母，
其实以苹果为原料的发酵酒也叫西打酒，酒精度一般6、7度左右，又分有气泡和无气泡2种。通常有气泡的话，二氧化碳的刺激会让酒体层次更加丰富，所以这次我做有气泡版本。最后进入10多天低温缓慢的发酵阶段。第3步，过滤。最终的酒体清透才会更漂亮，所以我加入葡萄酒沉淀常用的皂土。10多天后，过滤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但这时候的酒体是没有气泡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第4步，二发。通过手动打入二氧化碳或者2次发酵，都可以增加酒体里的气泡，口感区别也不大。但二发的工艺可以让气泡的持久性增加很多。二发说白了就是让酒液里残留的酵母和新加入的糖继续反应，从而产生天然的二氧化碳和微量酒精的过程。封盖后再次等待半个月，就算制作完成。我们开封品尝。满足了视觉和听觉的享受，但没有满足味觉，因为苹果的滋味和香气较淡，导致二氧化硫的滋味完全遮盖了果香，满口的化学刺激，非常失败。但如果不加二氧化硫，就会发黑，怎么办呢？反正加硫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，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的不加硫试试了。于是我不加二氧化硫，又做了一份。很多事情只有尝试了才知道真正的结果，预判往往不准。就像这次，原来担心的黑色都藏在了果泥里，真正的酒液却是透亮的。我们来对比一下最终酒体的颜色，几乎相差不大。2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没有白费。品尝一下，气泡和酸爽打开了口腔，淡淡的果香伴随着苹果的酸甜在口中漫游。后口略显单薄，但苹果香瞬间会回味到鼻腔中，天然舒适，非常惊喜。这瓶330毫升的，我觉得卖28还算合理。为了丰富口感，我们增加一些难度，复合酿造。把8块多一斤的苹果和6块多一斤的蟠桃一并榨汁，同样的方法做一瓶蟠桃风味的西打。2个月后开封。开盖的瞬间就能闻到蟠桃的香气，仿佛在《西游记》里参加天宫的盛会一般。喝起来，苹果香和酸甜是酒体的基础，桃香丰富了酒体的滋味。从水果里提取的天然香气，加上酒香的滋味，真是世间最美的相遇。但即使这样，这一小瓶我觉得也就卖38元，怎么才能卖到78呢？我按照香槟的配置，首先增加到750毫升的大容量，再压上香槟盖儿的塞子，拧上铁环，封上铝帽，最后贴上标签。在各种香精勾兑都能卖60、70的时代，我觉得这个卖78应该会畅销吧。一杯独具森林气息的鸡尾酒，起个名字叫邂逅晨光，如何？调鸡尾酒的时候加冰降温，可以让植物香气更加清透。加入阿佩罗晨光酒，带来橙子风味的同时，颜色还很透亮。少量柠檬汁可以增加入口的酸爽感，但加入量非常少，否则会影响森林气息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鸡尾酒的重点，100%天然白桦树原汁，上市企业哈沟科出品，27年国货老品牌，品质有保障。采用 NFC 非浓缩还原工艺，工厂就在小兴安岭森林下面，从采收到灌装6小时完成，锁鲜效果很好。100%的天然白桦树汁，零香精、零防腐剂，直接喝口感也很独特。签口有明显的森林气息，仿佛穿越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树林里。中喝口还有淡淡的木质香，很是清爽。含60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酒后餐后来一瓶也非常不错。然后气泡水补满，最后放入装饰。这杯森林气息的鸡尾酒邂逅晨光制作完成。